我做这个就是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像央视、省市电视台都给我们做过专访。开句玩笑话就说，只要是经过我们东明的猪，基本上前腿都留在我们这儿了。大家好，我是勇哥，我现在是在山东菏泽的东明县。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当地最大的特色粉肚的制作过程。具体讲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用了主要就是煮了前腿肉，在这个口感到时候后期成皮的时候就是会不很腻。像你们这个一天大概要用多少肉呢？像现在就是淡季，一天基本上就是3吨多。到8月15过完中秋节到过年之间，这时候旺季，可能一天就是我们高峰的时候能到15、16吨。这个主要是我们有很多个网点，像这样的门店还有40、50家，将近110个工人，他们每个店都是独立加工的。现在肉切好以后，我们开始拌制馅料，先把水盛一下，把淀粉盛好以后放到这个盆里边化开。做淀粉水化开以后，这个搅拌的时候接触面更大。你用的这个是什么粉啊？这个绿豆淀粉。那别的粉不能用吗？别的粉没有这个绿豆淀粉的粘性好。哦。对，做出来以后会呈现那种琥珀色透明状。现在就是把水倒入绿豆淀粉里边，化成粉浆，这个要搅拌到完全化开。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外面吃的凉粉的那种粉啊？凉粉他们能舍得用这种粉，那这价值比那种绿豆比他用的那种淀粉贵5倍都不止。他做那个凉粉肯定你说发绿色，肯定有豌豆粉，真正的绿豆粉做出来以后是无色透明。你们家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做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做到80多年了，都已经第4代了。有点像我们过年家里面炸肉圆那种感觉了。对，像那个炸酥肉差不多。现在就是要把它拌匀。对，先稍微的搅拌一下，因为还要再加调料。这个是什么油啊？这个芝麻香油。我们这个香油和市面上香油不一样，我们是专门找厂家定制的，还派了专门的人在那里看着，过程中是肯定不会掺假的。这个油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确实和这个现在机器压榨的是不一样的。你这一盆肉要放多少油呢？现在基本上就是8斤左右。它这个香油味道确实好，老远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和市面上商超里买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看怎么有点像那个椒盐的。这里边有将近20种中草药，就磨成粉了。对，磨成粉。这个是老抽吧？就是上色用的。现在所有的调料已经都放完了，现在开始搅拌均匀就可以了。你这个都是手工拌的？对，这个必须要手工。如果用机器，肉会在搅拌过程会变热，发热，口感就不好了。做香肚最累的这工艺就是这一步。这个要拌多长时间呢？这个要将近40分钟左右。做粉肚就这一步最累了。小时候跟家里边学的时候，一到冬天手冻得通红，特别冬天难受哈。冬天太受罪了。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撑不了。太累了，一站几个小时，一拌好几锅，基本上大半天都是在干这个。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也是辛苦啊。对，挣的也都是辛苦钱。这个主要是醒制一下，和空气多接触一下，这样出品的时候颜色会更好，入味也会更均匀。这个要放多长时间呢？这个是一是根据季节。2是也是主要靠经验，像现在这种天气，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是到天冷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时间要更长一点。这个就是猪尿泡，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弹性，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破。而且这个像现在，还有这个球，煮好以后，它主要也是圆的，玉也好。团团圆圆嘛，这个基本上高温它不会破，像我们也用过那种蛋白的，一遇高温它容易爆所以我们经过就是一是从传统考虑，而且是多方考究以后，还是选择用这个传统的猪尿泡。现在就是把这个肉泥装进去，对，把这个拌好的馅料装在这个猪尿泡里，基本上装到8分满就可以了，然后用钢钉把这个口封起来。防止这个馅料从这个猪尿泡里跑出来，还要炸一下。对，再用面线把这个肚口系住，这样一个香肚半成品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对，这就是一个香肚半成品。这一个装多少肉也没有什么讲究哈。对，这个没有讲究，因为它这个猪尿泡大小不一样。它这个尿泡大一点就会装的馅料多一点，到最后也是按重量称的，所以它不是按个卖的。这个用钢钉把它封一下。
我看你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江苏那种香肚差不多做法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肉占比很高，你看我们的肉基本上占比在那80%以上，粉很少，粉在我们这个里面起到作用就主要是凝固成型的作用。现在就要下锅了哈。对，汤啊好像也是卤汤吧？对，老汤，平时就是卤制完以后，也要经常的就要把老汤放掉一些，然后再添一点新的汤。接下来就是把灌装好的香肚放到锅里边预热一下。哎呦，这个一下去好像都是鼓起来了。对，一预热，这个尿泡它会收缩，收缩里面有空气，它会飘起来，然后静置一会儿。呵呵，这个有点意思。静置一会儿以后，用钉戳个洞排下气。如果不排气，到时候煮制的时候里边气压高容易爆。这都沉下去了吗？对，一没有空气以后，它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再把它捞起来，然后这时候就球状了。你这个刚放进去就把它捞出来干嘛的呢？这个捞主要就是为了排气啊。排气以后，然后下一步就是用纱布再把它系紧，因为它成圆形、成球形以后，包裹的时候它受力，好包裹。哦，还要用纱布裹。对，包裹上纱布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就是外边这个尿泡会爆，爆了以后要用纱布兜住以后，就让它爆了，它也是在纱布里边啊。等凝固以后，它还是一个球状的。包好以后就下到锅里边再放进去。对，像你做这个，在我们当地啊，有多少家在做呢？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这个要煮3个小时左右。咱们这个现在还是烧的是地锅哈。对，这个地锅煮出来的味道和那个气锅和蒸汽就是煮出来的味道，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时间差不多了，应该能出锅了。现在这就差不多要好了哈。对，这还是个专用工具。对，这个是扎一下看看。对，扎一下，如果就是说一扎很轻松就扎透了，就熟了。如果是里面有硬芯儿，它就不熟。这一锅啊，大概煮了多少个？这一锅大概就是100来个，一般就是一天煮个2、3锅左右。如果要到过年、中秋节的时候，我2节旺季的时候，像这2个锅，一天到晚连轴转都不够卖的。地方特产嘛，都是很多当地的，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都过来买，都往外带。那咱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呢？现在是33一斤，论斤卖。对，散切，可以要整个的，也可以切开。都可以。这个捞出来以后，要迅速的用这个铁钩挂在这个晾杆上，把它晾凉，保持它的外观尽量是个球形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成品了哈。对，这个冷却以后就可以到门店上售卖了。你们家每天这么大产量啊，东明县能有这么多人消费吗？那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家在当地销量肯定数一数二的，周边县区的，还有旁边省市的也都会开车过来买。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凉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能切成片了。现在大概就把纱布拆掉。对，把纱布拆掉。现在还有点热，估计切的时候还会有点散。现在凉透了它就不散了。对，凉透了就不散了。哎呦，漂亮漂亮，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猪皮冻。差不多，不，猪皮冻是凉的，这是热的。像现在这种温热的状态，切好的片儿会比较厚如果是凉透了以后，切成薄片儿会晶莹剔透状的。这个就是东明县的地方特色粉肚，我来尝一下，这里面全部是那种小肉块，吃起来呢就是轻微的带一点那种五香味的，而且呢它这个里面掺的是那种绿豆粉，吃起来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那种粉味。我感觉这个凉了以后啊，如果说当成下酒菜还是非常爽的。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在东明县啊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刚刚听老板讲，他家在这个县城里面就有50家分店，每天光这个粉肚啊都要做到3、4吨。你们觉得这个销量怎么样？